民女沈云舒诚心求见，求善觉大师赐药。民女沈云舒诚心求见，求善觉大师赐药。沈施主，天蚕莲必须用鲜血浇灌，才能真正盛开，成为救人的良药。你可想好？沈施主，以你夫君的病情，需要2朵天蚕莲才能恢复如初。但是天蚕莲药性太足，你先带回1朵，3年后你如果仍未后悔的话，再来取第2朵天蚕莲。陛下，诸位同僚，承恩侯世子暗中出使，作为我国的密探，和王元帅里应外合，将景国纳入了我国的版图，此乃大功一件呐！来，我们举杯祝贺我们的世子。夫君远道归来，还有些疲惫，这杯酒就由我替夫君敬大家。哎呀，早闻世子妃特别的贤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面面俱到，办事妥帖呀！啊，照我说，这世上可没有比云舒更为贤德的大妇了。当初裴世子病重，大家都以为沈家会悔婚，可云舒身为沈家的嫡长女，毅然的嫁了过去，更是跪了3000台阶，找善觉大师求了救命的药材，还亲自服侍，硬是把世子救了回来。是啊，承恩侯世子病刚好，就被派去了景国。沈氏这3年侍奉公婆，恪谨孝道，还给小姑子安排了好亲事，把承恩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要不京城人都说沈家有女百家求啊！各位谬赞了，云舒担待不起。夫君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。裴子墨，你是大梁的功臣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陛下，3个月之前，臣险些遇害，是景国的公主救了臣，臣恳请陛下赐臣与燕儿成婚。
荒唐！世子已有妻室，怎可再娶妻室？你把你原配妻室置身何处啊？陛下，臣以为，臣要是娶了景国的公主，并善待于她，第一，能让全天下的人知道陛下的仁慈；第二，又可以让景国的旧部臣服。毕竟，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只能为妻。至于云舒，可以为妾。父亲，陈恩侯世子，我朝不允许贬妻为妾，你这是罔顾大梁律法。陛下，臣知道此事有点不妥，但云舒贤惠，她得知此事之后是自请为妾的，对吧，云舒？好孩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姐姐，我本无意与你争抢正妻之位，但世子说，姐姐向来贤惠，定不会如此不识大体的，对吧？云舒，之前你不是跟母亲说过的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儿编造谎言欺君罔上，你这贤德之名可就垮了。侯爷，陛下，审视贤德，今后做小，我侯府上下仍以正妻之礼相待。陛下，兴许是婆母与夫君喝醉了酒，记错了。先前他们说的是要让这位公主为妾，我才答应的。臣父的父亲乃当朝太傅，是先帝的帝室，臣父怎么会自轻自贱，自贬为妾呢？我当是什么呢？原来陈恩侯一家这么不要脸，逼着儿媳自贬为妾。陛下，若是贬妻为妾的先例开了，那以后人人效仿，我大梁岂不是礼崩乐坏了？裴子墨，我当你是喝多了，刚刚说的疯话我就当没听见，快回去坐着吧。可是陛下，陛下，妾身已经怀了世子的骨肉。什么？你们两个怎么能私相授受？陛下，臣知道是臣一时冲动，但是臣和嫣儿也是两情相悦，求陛下成全啊！陛下，景国虽已归顺，但还有不少旧部心系着妾身，陛下定不可让他们寒心了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当以大局为重。沈氏就算不为夫君着想，也得为我大梁着想。我想他也是愿意的。你快说句话呀！既然如此，陛下，那我便成全世子与这位有宁公主。哎呀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媳，知道体恤夫君，你这样才能担得起这天下妇人的表率嘛！啊，沈姐姐，你放心，虽然以后我为正妻，你为妾室，但我在府里也会尊称你一声姐姐的。谁说我要做妾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要成全我们吗？怎么现在反悔了？我说的成全是，陛下，臣妇恳请陛下恩准合理，自今日以后，沈府与承恩侯府断绝姻亲。不行，我还要靠沈太傅。我知道，云舒你受委屈了，
但是我还是很爱重你的呀。爱重我？夫君就是这么爱重人的？好啊，那你为何不爱重这位公主，让她做妾可好？云舒，沈云舒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这样怎么配为人妇？既然婆母也觉得我不好，那不如一同陪我，请求陛下恩准和离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云舒是臣的妻子，生死都是陪嫁的人，万万不可和离。臣妇沈云舒，恳请陛下恩准和离。陛下，够了！娶妻之事事关重大，朕还未亲政，先把公主安置下来。所有的事情，等相父回来以后再做决定。不是你。哎呀，真是！沈云舒，站住！沈云舒，你给我站住！在陛下面前，你丝毫不顾及你夫君的处境，让我们侯府丢尽了脸面。哼！我现在就罚你不许坐马车，自己走路回侯府吧。什么？这么冷的天，我们家姑娘受不了的。沈云舒，你的丫鬟也说了，你吹不得冷风。只要你明日随我去面圣，自请为妾，我就让母亲不再罚你。裴子墨，3年前我看错了你，真当你是一个温润君子，直到如今，你才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不过，我沈云舒输得起，一个男人罢了。沈云舒，我儿可是你的夫君，你就应该以他为天。说出这样的话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儿啊，我看他现在3从4德都忘记了，就应该让这小贱蹄子冻死在路上。我们走。做什么？容我提醒婆母一句，你要上的这辆马车是我的，只不过先前我体恤婆母体弱，借给你们。既然婆母不愿，那便下来吧。沈云舒，身为儿媳，怎么能做出这种把婆婆推下马车的这种事情呢？你还有没有点做人妇的样子了？既然婆母这么重视声誉，那想来不会让人说抢占了儿媳的马车。我这也是为了承恩侯府的声誉，那就还请几位自己想办法回府吧。你，这不可理喻！贱人，都不小贱蹄子！啊！来人！把沈氏给我带过来！他竟敢如此对我们，我要让他在院中跪上1天1夜才行！老夫人，夫人她回娘家了。什么？坏了！云舒会不会去跟沈太傅告状去了？沈太傅会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呀？告状！沈太傅最为古板，他绝对不允许一个不守妇道的贱人。只要沈云舒回去说他受了委屈，沈太傅绝对会对他加法处置。宫宴之事我听说了，你现在是何打算？父亲，请父亲应允，女儿要和离。你要和离？你母亲昨日还说起，你虽然在裴家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是她不希望你和离呀。小时候，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话，母亲便觉得我是灾星，将我丢在宅子里，不管不顾10几年。
他呀，怕是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再会神符。现在他自然不希望我和离。你母亲确实是个拎不清的，但是你对裴子墨真的半点情分也没有吗？父亲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当初我与裴子墨并没有半分感情，女儿只是为了沈家的名声，所以才嫁给了这个重病垂死之人。如今女儿也是为了沈家的名声。父亲，若是沈家的女儿被人贬妻为妾，那是对整个沈家的侮辱啊！如果我们忍了下去，这传出去，对您的名声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！没错，应当合理。他承恩侯府不过是个没有实权的贤位，竟然敢踩到我沈家的头上，必须合理，而且要合理的光明正大。我要人家看看我们沈家刚烈的名声。父亲，这是同意了。你回到承恩侯府，抓紧时间清点资产，送过去的陪嫁1分都不能便宜陪嫁。对了，还有我听说前些日子你去了翰林院，见了江大人。确有此事。女儿之前担心裴子墨没有参加科举，在朝中没有人脉，所以想请求江大人收他为学生。你对裴家如此尽心，他们竟如此羞辱你，羞辱我沈家。等你回来那日，为父要8抬大轿接你回来，好好打打裴家人的脸。还是父亲想得周到，女儿一切都听父亲安排。你明日回到侯府，暂且忍耐，等我消息。沈云舒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跪下！不知儿媳做错了什么？不知道错在哪儿。陈婆子，让他死个明白。是。永宁公主被皇帝安排在鸿胪寺中，今日世子前去接人，他们居然把世子打了出来，说什么世子与公主无媒苟合，不合礼数，不可接近府中。听到了吗，沈云舒？如果不是你在宫宴上不肯应下自请为妾的事情，我们侯府至于被人看轻吗？况且永宁公主怀的可是我儿的骨肉，在鸿胪寺那种地方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你就该死。婆母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当然，当真是个丧门星，我哥娶了你，那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云舒啊，听说沈太傅与鸿胪寺的于大人关系甚好，你能不能给于大人写封信，好让他同意我把嫣儿接回府上？看来世子还真是迫不及待。好啊，我会写信给于大人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沈云舒，我看你装的那么清高的样子，竟然这么快就答应了。看来你也知道，在这侯府，你就得讨好我们。有些人受了委屈，就想回娘家告状。不过沈太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怎么会去管一个出嫁女的死活？你要想清楚，要想活下去，只有靠我们了。你好了，你看看，这云舒都即将为妾了，他心里自然是有点不太舒服。哎，但是云舒，我心里啊，一直都是有你的。儿啊，你看这个贱蹄子的样子，眼中只有什么正妻之味，哪有你？他哪里懂得你对他的一片真心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母亲说的也是啊，就是让你做个妾室，你就嚷嚷着要和离，我
看呢，我就是平时太爱你了。你若是懂事，即便是做妾，你也应该该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儿啊，这些天好好教教他规矩，让他知道，想要在侯府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博得夫君的怜爱。好，世子的真心还真是感天动地。不过我现在不需要了，你的真心还是留给那位永宁公主吧。不是你，母亲，你看看他怎么能这么跟自己的夫君说话呢？啊！你对他就是太宽容，就应该夺了他的嫁妆。没有了娘家，没有了正妻之位，再没了嫁妆，他才真的无依无靠，只能靠你这个丈夫。对，这母亲说的对呀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他受了委屈，他只能在我怀里哭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只能一心一意的对我。母亲，你放心，儿子一定会好好的调教的。姑娘已经按您的吩咐开始清点嫁妆了。姑娘，你还真给于大人写信啊？你都已经要和离了，凭什么帮他们？我正愁嫁妆收走之后，这承恩侯府的烂摊子没人收呢。既然永宁公主想要这正妻之位，那就让她来打理这亏欠的侯府。燕儿，我终于把你接回来了，你辛苦了。好啊，这要是个男孩，那可是我侯府的长子长孙呐！啊！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燕儿，你怎么了？大概是在红炉寺着了凉，有些头疼。哎，快请府医来，给公主看病。等等，我听说姐姐她擅长医术，之前老夫人她头疾也是姐姐她治好的。可是妾身蒲柳之子，怎配让姐姐服侍我？怎么不配？你怀的可是我儿的骨肉。陈婆子，去把沈云舒给我叫来，给嫣儿治病。是。少夫人，老夫人吩咐，永宁公主身子不适，让你快去伺候着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老夫人疯了不成？我们姑娘可是这府上的主人，怎么让她去服侍一个没有名分的下人？啊呸！她沈云舒马上不过是一个妾室，让她伺候未来的主母，那是应该的。我不过是给她个面子，叫一声夫人，要不然该叫姨娘了。回去告诉他们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我的医术。你说什么？青罗，重复一遍给他听。我们姑娘说了，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她的医术的，尤其是那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还落下病根呢。我看她死了才算好呢。好啊，我这就回去禀报，沈氏你如此不识抬举，我看看你以后在这府里的日子该怎么过。站住！站住！怎么，少夫人害怕了？倒也无妨，只要你愿意给我赔个礼，我就当没听到。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个目无主上、挑拨生事的老刁奴给我抓起来，痛打50巴掌！你敢？你打了我，就是打老夫人的脸，老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提醒，我倒还真忘了。青罗，
带着人，我们去正厅。是。这陈婆子去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哎，这外面什么声音？坏了坏了，快！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沈玉树，你在干什么？陈婆子可是我的下人，你怎敢打她？怎么，如今我还是承恩侯府的世子夫人？这刁奴对我出言不逊，难道我还没有资格教训他吗？你这个疯妇，你一个被我哥厌弃的女人，还真敢拿自己当主子，是想反了天不成？沈姐姐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来到府里，心中才有气的，但你也不能把气撒在老夫人身上吧？你当着老夫人的面打她的奴才，不就是在打老夫人吗？还好我们老夫人心胸宽广，最多也就是罚你跪个祠堂，要不然按照家法就应该把你杖毙了。对，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抓起来，让他在院中跪上12个时辰。我责罚的明明是这个胡言乱语的刁奴，而你怎么说是我在打老夫人的脸？难不成这刁奴所说的话都是老夫人教的？陈婆子说了，我家小姐只配做妾，而南宫烟才是未来的主母。我记得陛下在宫殿上说得清清楚楚，此事需等将相回来之后再议。陈婆子这么说，难不成是想绕到陛下头上，替陛下做决定？还是说这是婆母的主意？胡说！我们怎敢质疑陛下？你的奴才怎么敢乱说话？难道真的是你教唆的？我可没这样说，是陈婆子自己胡说的。既然是陈婆子信口开河，那更要严加惩罚。来人，再加30杖刑。婆母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我没意见。好，那就还请婆母在这里监督了。30杖，1杖都不能少，更不能手下留情，不然让旁人知道了，会说我们侯府治下不严，连个下人都敢质疑陛下了。沈云舒，你这个贱人！沈云舒，昨夜母亲差点被你气晕过去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你这龟妾也别做了，干脆做个贱妾得了。让母亲病重，我彻夜难眠，你倒是在这儿精神焕发呢。哦，实则是涂了胭脂，遮掩憔悴罢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知道我要来了，你还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。我就说嘛，你啊，跟我成婚的时候就主动为我求药，心里自然是极爱我的。原来你还记得当初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姐姐，世子是你的夫君，你为他求药不过就是分内之事。姐姐，你不会打算携恩图报吧？就是，当初你为我治病也是你主动的，我又没求你。
原来是这样，那看来还真是我自作多情，怪不得你这么迫不及待的要过河拆桥，还带着通奸之人到原配面前耀武扬威。姐姐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求药不过就是件小事，要是我，定当心甘情愿为世子付出的，而不像你刺伤世子的心。沈云舒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，你连嫣儿的半点都比不了。我早知道你要是拿这个事儿要让我成情，我宁愿一病不起，死在这个病床上。夫君，当真这么想吗？当然了，你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，瞧瞧你这个样子，要不然等我跟嫣儿过了门，就把你赶出侯府。他若是不说，我还真忘了。青罗，帮我写一封信给善觉大师，告诉他，那第2株天蚕要。陛下，陛下，江相回来了。是相父回来了。快请。好。相父，参见陛下。相父快请。最近我正好有件苦恼的事，和承恩侯府有关。可是沈云舒和离之事？正是，相父已经知道了。沈云舒不易，我加急赶路，总归是要回来给他撑腰的。若是伤了他，必定会寒了天下女子的心。请陛下下一道旨意，准许他和离。好，好。哟，沈氏啊，看来你已经反省好了。你若懂事，就赶紧给我家嫣儿行礼吧。哎呀，姐姐她毕竟是年长者，怎么能让姐姐给我行礼呢？那必须是我给姐姐敬茶才是啊。哎，这以后你是妾，她是妾，该行礼的人自然是她。沈云舒啊，我告诉你，江相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这圣上立马就会为我和嫣儿赐婚，到时候你要再道歉，那可就来不及了啊！就是，要是你现在还不赶紧下跪赔罪，这个家以后可就没有你的位置。没有我的位置正好，反正今天我本就是要走。裴子墨，赶紧把这个签了。和离说，姐姐，你难道是因为我回来你才要走的吗？墨郎，都怪我太喜欢你了，这才惹怒了姐姐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叫谁姐姐呢？一个无美苟合的娼妇，别平白玷污了我们家姑娘的名声。墨郎，沈云舒，你是怎么教育你家丫鬟的啊？快给嫣儿道歉！你道歉了，我就原谅你说的这些什么和离的这些蠢话。我们家姑娘为什么要道歉？而且我骂错了吗？公主莫不是被人戳到了痛处，觉得羞愧难当？那当初做那些不知廉耻之事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羞愧？你怎么还这么嘴硬？裴子墨，给我离我的人远一点。沈云舒，我是不是平时太惯着你了？
我告诉你，这招欲擒故纵的样子，你用的太过了。我知道你这2日过得比较委屈，但是你怎么能跟个泼妇似的啊？你连我家嫣儿半分都比不了。签，你不是要签和离书吗？好，我签。你别告诉我再来求着我。沈云舒，你这个贱蹄子，不过也就是闹一闹罢了，你也不想一想，离开我们侯府，你还能上哪儿去？难不成你还想去当继子吗？啊？行了，沈氏，赶紧给我儿子道歉，还有，把刚才那个不知死活的丫头给我杖毙了。刚才的事，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你呀，还能在侯府继续生活下去。沈云舒，你听懂了吧？我知道你离不开我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我呢，现在也不是非你不可啊。来人，把我的嫁妆抬上来。哎呦，这个时候知道用你的嫁妆来讨好人了，晚了。哥哥，你必须好好给他立立规矩。哼！你们到底在狗叫些什么？既然和离了，我当然要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家了。青罗，把东西装车。沈云舒，你疯了不成？今天你敢走出这个大门，以后我们承恩侯府绝对不会再收留你这个疯妇。哼，回了娘家，沈太傅必然会把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进猪笼。沈府8抬大轿来接沈大小姐回家。将相前来宣旨。拜见将相，拜见将相，拜见沈太傅。哼，哎呦，亲家，哎，老夫可担不起。我女儿与你儿已经签了和离书了，从今往后我们两家再无关系。沈大夫，我俩当日一同在翰林院读书，那时候是称兄道弟，你我二人当时亲自定下的亲事，你现在怎么能反悔呢？哼，我好好的女儿嫁给你家的病秧子，这些年在官场上我没少照拂你陪嫁，可结果呢？你竟然逼我女儿为妾！你们一家人的脸简直比城墙还厚，还有脸在这儿跟我称兄道弟？哼，这不可能啊！沈太傅，您一向最重规矩，这沈云舒嫁到我们裴家，不过就是受了点委屈，就嚷着要和离。您不惩罚他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支持他胡闹呢？呸！老夫读圣贤书，只知道做人要知恩图报。我家女儿对你们裴家尽心尽力，没想到你们却这么侮辱她，更是侮辱我沈家。要是这样，我还不允她和离，我简直是愧对先贤的教诲。沈太傅，你这般行事可是有些过分了。难道现在你就不愧对先贤吗？江相说的对呀，沈太傅，江相都知道你这事做的不对。沈云舒现在是我的儿媳，我裴家怎么处理她？你这个当爹的，那也不能插手啊！江相，您这圣旨是不是要给我儿赐婚啊？将沈云舒贬为妾室？哎呀，还是您最明白事理了。你只是因为一道婚约，便将这珠玉般的女孩嫁给这木侯儿官的裴家，简直是心盲眼瞎，白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。啊！还好你及时醒悟，否则今日的责罚应该有你一份。本相今日前来，便是宣读陛下旨意，
承恩侯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承恩侯世子贬妻为妾，纲常不辱。承恩侯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，全家杖子20，而沈云舒为贤副表率，恩准合理。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亲子。不可能！陛下怎么会为了一个女子惩罚我们侯府？你这是在怀疑本相的决定，还是在怀疑陛下的决定？将相恕罪，贱内就是一个无知妇人，口无遮拦，那胡说八道的。云舒啊，这贬妻为妾都是一时的戏言，你快跟将相解释解释啊！是啊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们侯府让我给一个外室下跪敬茶，还是解释你们企图谋取我的嫁妆？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你们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是啊。云舒，我知道你不是真心要走的，你一定舍不得我吧？我知道你先前受了委屈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补偿我？裴子墨，你既无才学也无武功，就连这侯府也是靠我嫁妆撑着。像你这样的废物，不连累我和沈府就不错了，还想怎么补偿我？沈云舒，我可是替陛下立过汗马功劳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连江先生都要收我为学生。江大人？当然了，等江先生回了京，他就介绍我去翰林院。等我封侯拜相，我就不会再收你回来了。江大人收你为学生，那是因为我们家小姐。青罗，今后你如何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云舒，承恩侯府上下杖子20，即刻行刑。老实点！今日之事，多谢江相了。不必客气，我本该为你撑腰的。江相，你我素不相识。谁说我们素不相识？你难道忘了，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？相爷，相爷，你挺住啊！你是何人？他这是中毒了，耽搁不得。青罗，相爷，沈姑娘可还记得此事？原来当初那位公子是您啊！哎，放肆！江相，当初为你诊治之时，便发觉你身体气血虚弱，如今情况怎么更严重了？是啊，江相自年幼时受的内伤，便留下了病根，请了许多名医，都不见好转。相爷，这乃我亲自炼制的药丸，虽不能根治，
但是能缓解一切症状。您这病症若要治好，我还得去研究研究。沈姑娘愿意给我治病，想必是……像您这样的内伤，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。若是能把你的病治好，那我的医术一定更进一步了。云舒，嫁妆那边已经清点完毕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是，爹爹。将相，小心呐！多谢将相。相爷，将相，相爷，叶雨，你实在是没有眼色，回去领10军棍。啊！沈云舒，你一个弃妇回娘家还能走正门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就是，姐姐，你被夫家嫌弃，赶出家门，让家族丢尽了脸面。父亲没有用一条白绫勒死你以示恩待，现在居然如此大张旗鼓，还要从正门进府。快来人，把他带到偏门去。妹妹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光明正大的回沈府不好？当然，居然用8抬大轿接一个弃妇回家，简直就是不知廉耻之辈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啊！爹，父亲，如此接云舒回家是我的主意，你是在骂我不知廉耻吗？不，父亲，女儿不敢。老爷，月娇也是为了家族着想，才会口不择言。瞧你教出的好女儿，让开！父亲，这个沈云舒刚回来就气我怎么生出这么个恶毒的女儿？母亲，你也别太生气了。月娇，还是你最贴心。这个沈云舒虽然是我亲生的，可是她从小在庄子长大，跟我一点都不亲。不像你，你虽然是我的养女，可是你一直养在我身边，一直和我心意相通。我本以为她嫁出去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没想到让夫家给退回来。母亲，你要是烦她，那我们想个办法，把她送回裴家去。你说的对，让裴家好好搓磨搓磨她的性子。莫老，你可是侯府世子，他们这把你打得太狠了吧？那些混蛋，居然为了沈云舒一个女人对我用刑，我大权独揽，我一定好好惩治他们。对了，这江先生也应该回京了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召见我？会不会是江先生他听到了什么传言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拜访江先生，不能让他被沈云舒那个女人给骗了。小心啊，慢点。请问沈云舒沈小姐在家吗？她不在，我是侯府的新来的婢女是吧？把这个转交给你们家小姐。江先生刚回京，事务繁忙，暂不见客，先把他要的推荐信送来了。居然敢说我是婢女，我现在就毁了他！这是翰林院的信，当然，江老先生亲手写的，别忘了转交给你们家小姐。好啊，这信来的倒正是时候。
好，我会替你保管好的。气死我了！我好歹也是个承恩侯世子，我在翰林院门口等了1天，连江先生面我都见不着。莫老，你别生气了。看这是什么？翰林院的引荐信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不能让莫郎知道这信与沈云舒有关。反正他已经被我赶走了，这功劳就应该是我的。我好歹也是个公主，朝中还有不少旧部会帮我的，我也是求他们帮你弄来的。莫郎，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定会扶你青云直上的。好，好，嫣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什么叫不能赊账？我们侯府还能短了你的钱不成？裴小姐，以前您的账啊都是世子夫人来还，现在这沈小姐和离了，我们可不能再让您赊账。您要是没有钱啊，就把那镯子还给我们。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我们侯府离了他沈云舒就没钱了？那您要是有钱，您就把账结了呗。这笔账我替他结了吧。你不是沈云舒的妹妹吗？怎么会那么好心替我结账？这是我姐姐特意嘱咐我的，她一直想讨好你们裴家，但拉不下面子，只好让我来帮忙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跟你说呀，她一直后悔着，这不特意举办了赏花宴，想再见裴世子一面呢。什么叫裴家没钱了啊？世子，之前侯府的账面上一直是亏空的，都是世子夫人，是沈小姐她用嫁妆填补的。现在她把嫁妆带走了，账面上没有钱可以支出了呀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我们裴家要靠一个女人来养活着吗？沈云舒她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她一个继父就不觉得丢脸，竟然把嫁妆都给带走了。现在我们侯府少了这么多的钱，该怎么办啊？走。啦，裴若锦，你知不知道现在侯府什么状况了？你还有钱买这些金银首饰啊？哎呀，我知道的，哥，你根本不用担心。等再过几天，那个沈云舒肯定就带着她的嫁妆，乖乖的回来求你了。若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她妹妹都告诉我了，沈云舒其实爱我哥，爱的是死去活来的。之前说要和离，那不过是在闹脾气而已。等他闹完脾气，那肯定又得乖乖的灰溜溜的来求我们原谅他。真的？哎呀，他果然不是真的要和我和离。哦，沈月娇还说，等过2天沈府要举办赏花宴。哎，当当当，这是他特意给我的，这不就是在讨好我们家吗？哎，好，看来他还真是离不开我。行，这次赴宴，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一番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耍性子。这里风景真好看。王妃，你看看这边，这花的样式与以往都不同。沈云舒呢？怎么不亲自来迎我啊？他们这帮子人
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去，把他们赶走。是。哎，姐姐，这么多贵客在呢，你怎么能赶人离开呢？啊，姐姐该不会是怕了吧？那不如我去安顿他们好了。哼，世子，沈云舒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姐姐不好意思面对你们。世子，你先坐，待会啊，我好好劝劝姐姐。先前听闻侯府都入不敷出了，还当是夸张。可今日一见，这全家人都跑来浅姬家的宴席上蹭饭了，看来确有其事啊。什么蹭饭？我们一家来参加沈云舒的宴会，那是给他面子。沈云舒，赶紧出来接待我们。姐姐，你怎么还在那里啊？世子来了，你是不是害羞了？小姐别去，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的。若是我们不去，反倒成了我们心虚。放心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。沈云舒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我早就劝过你不要任性，女人要温柔贤惠。不过你今天摆了这场宴席，向我示好，心意我领了。你只要给我敬个茶，道个歉，我还是能原谅你的。裴世子，你怕不是生病了吧？你现在就开始关心我了，看来离开我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不过你成长的也挺快的，等你回了侯府，就该像现在一样好好表现。姐姐，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的。世子都这么包容你了，你还不赶紧给他敬个茶？沈云舒，你果然懂事了很多。沈云舒，看我把你推到裴子墨怀里去，你还怎么装清高？儿子，没事吧？沈云舒，你疯了！沈云舒，哎呀，妹妹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这一推，泼的裴世子满身都是茶水。沈云舒，我根本都没有碰到你这意思是我故意泼的？那可奇了怪了。妹妹方才口口声声说我对裴世子心怀愧疚，那我怎么敢这么对他呢？妹妹，你这浑身都是饭菜的味道，你还是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，不然啊，要是被客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沈家的姑娘是要饭的。裴子墨，现在你还想喝我敬的茶水吗？沈姐姐，你要是有气你就冲我来，怎么能这么对墨老啊？冲着你来？怎么，你也想好好尝尝这沈家的茶水？沈云舒，你瞧瞧你的样子，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竟然为了争风吃醋，做出这种事情，亏你还是大家闺秀。争风吃醋？我可没有和别人一起抢垃圾的爱好。什么垃圾？谁垃圾？好了好了，今日是赏花宴，大家要和平相处，不要为了情爱之事搞成这个样子。都入座吧，马上就开席了。墨老，你别生气了。沈云舒，看到了吗？这才叫好女人。
哪像你，连这点眼力见都没有，还想要男人的宠爱。裴子墨，我嫁入侯府的时候，你躺在床上半死不活，连个男人都算不上，更谈不上什么宠爱。你，沈云舒，你好歹是个高门贵女，怎么能说出这种粗鄙之言？我跟姐姐可不一样，虽然我比姐姐出身高，但我可没有姐姐这么娇生惯养。姐姐啊，肯定是被家里宠坏了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。他当然跟你比不了了，你这般温柔，他只不过是我个不要。哎呦，裴世子，这不会被南宫小姐温柔的说不出话了吧？还是说你突然想起过去的事，知道对不起我，不好意思开口了？你胡说你！哎呦，干嘛啊？你看他这么快就厌烦你了，也是，这男人啊，变心得快，他连救命之恩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你那些小恩小惠呢？莫郎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你个蠢货，我儿子被鱼刺给卡了，快叫人救他呀！儿子，谁说？你不是会医术吗？快救我儿子呀！夫人，您之前不是说我的医术都是瞎猫扑上死耗子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献丑了，就让裴世子自己想想办法吧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！沈氏，儿子，赶紧救我儿子！我儿子要是在你的宴席上出了事，明天我就在圣上面前参审太傅一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帮帮裴世子吧。青罗，找人去拿几个馒头过来。是。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之前听人说，这馒头可以把鱼刺顺下去。你难道不想救他吗？哎呀，你拿给我！快吃，快吃，快吃啊，儿子，快吃，儿子。小姐，他要是死在神府，那老药……放心，我心里有分寸，只是让他吃点苦头罢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敢害我儿子！儿子，你快醒醒！这承恩侯府真是个荒唐，好好的赏花宴弄成这样子，丢人现眼。是啊，人家沈大姑娘明明是救他，却还要被倒打一耙。依我说呀，以后谁家再办酒席，就别请裴家了，不够他们折腾的。不行，我们侯府，你们还真是大胆！知道我儿子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他已经得到了姜老先生引荐信，马上就要拜姜老先生为师，进入翰林院了。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会来巴结他。你们这样怠慢我们，到时候后悔的是你们。姜老先生那可是我朝第一大儒，就连皇上都崇拜他老人家。这裴世子竟然能够得到他老人家的青睐，我可是拿了姜老先生的引荐信，想来我入翰林院，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。莫郎才华横溢，但我怕有些人会因为他的婚事对他有偏见，所以我特地去拜访了姜老先生，求来了引荐信。看来姜老先生也是惜才之人。裴世子，我早就想认识姜老先生了，还望您帮我引荐引荐。好着好着。小姐，不是你去求的姜老先生吗？怎么成了他南宫烟的功劳了？再说你们都和离了，凭什么还让裴子墨进翰林院？姜老先生前些日子刚离了京，近日才回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说清楚我和裴子墨之间的事。不过就让他们再得一些日子，毕竟登高跌重才是最痛的。我能入翰林院，多亏了我的嫣儿，她不但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还能助我青云直上。
比沈云舒那样的泼妇好的太多。裴世子这么快就忘了你这位福星方才给你喂鱼刺的事了？姐姐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就算嫉妒我，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吧？沈云舒，先前离开侯府的时候，你还说我儿子没有才华，现在我儿子飞黄腾达了，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后悔有什么用？谁叫他没有见识，有眼无珠。沈云舒，只要你带着你的嫁妆去我们侯府磕头谢罪，我想我兄长念在旧情的份上，还是会收你当个妾室的。你们该不会以为裴子墨是靠他的真才实学请动了姜老先生吧？当然了，我自然是才学出众，还有燕儿帮我，自然得到了姜老先生的引荐。有书信为证。裴子墨，你小心乐极生悲，转头美梦成了一场空啊！沈云舒，你到现在还不承认，你看走眼了吗？不过你现在服个软啊，认个错，我还可以接你回家。但你记住，正妻之位只能是嫣儿，你只能是个妾室。沈云舒，看到了吧？我必定是那个能封侯拜相的，你到时候别求着我原谅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一张废纸罢了，留着它干什么呢？这可是姜老先生的亲笔信，你竟然说他是废纸！快跟我去跟姜老先生道歉！裴子墨，你放肆！沈云舒，拿姜老先生的亲笔信，今天谁也跑不了你！那如果是我呢？那如果是我呢？见过姜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抱歉，我一时情急。没关系。姜相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？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报备不成？还是说你欺负沈姑娘，怕让我看见？不是，姜相，您可能有所不知啊，这沈云舒居然毁了姜老先生的亲笔引荐信，还说他废纸啊！哦，是吗？啊，那倒也没说错。什么？姜相，虽然您权倾朝野，但姜老先生也是德高望重啊，您多少也得尊敬他一下。姜老先生，我自然是尊敬的，但他为你写的引荐信已是无用的，所以那不过是废纸一张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新入翰林院的名单今早已经定好，根本没有你的名字，那不就是废纸一张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放肆！姜相说的话你也敢质疑吗？我不敢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是他，肯定是他捣的鬼。南宫燕，难道你是属狗的？怎么乱咬人？沈姐姐，肯定是你知道了我为莫郎求来推荐信之事，心怀嫉妒，就借着沈太傅的名头去找姜老先生撒泼打滚，这才使得莫郎入翰林的资格被取消了。你就算嫉妒我，这么爱恋嫣儿，也不该用这种手段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毁的是我的前程。裴子墨，你爹娘没有给你多生出半个脑子吗？怎么旁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真是蠢得可笑！你强词夺理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是谁？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的才学根本就不值一提吗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害了我儿子，还想诋毁他！前些天我儿的文章都已经递给翰林院了，姜老先生看了定会赞不绝口。这京城人人都说你是贤德表率，我看你就是因爱生恨，得不到我儿，就想把他给毁了。对，小姐怎么办？裴家人真是不要脸，空口造谣。此事不必用强权压人。沈姑娘，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你吗？姜相来我沈家做客，没有什么好礼物送给你，便请你看一出好戏。沈云舒，你别以为姜相在就有恃无恐。我告诉你，姜相可是秉公执法的人，他不可能包庇你这种胡搅蛮缠的女人的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可不会做这种栽赃陷害的事情。
站住！好啊，果然是沈云舒干的。你还给我，这是我家小姐的。你家小姐，今天我非要当众拆穿你！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沈云舒，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吗？那你把证据拿出来啊！没有证据，我可不会承认的。我这里有证据，哥，当真是沈云舒在背后搞鬼。刚刚我看到沈云舒的侍女鬼鬼祟祟的，我一猜就有问题。抢过来一看，果不其然是江先生的信啊！沈云舒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证据都在这儿呢。你要不是想阻止我进入翰林院，又何苦跟江老先生有这么多书信往来呢？是不是啊？裴若锦，这可不是什么证据，你千万不能给大家看啊！果然，什么贤妇的名声，那都是假的。我现在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大家就别看了，那个得给人家留点脸面嘛。哎呀，江老先生没有收我这个徒弟，真是遗憾。裴世子，你仔细看看这个信的内容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大姑娘，前些日子你苦求老夫，老夫不得已给裴子墨写了翰林的推荐信，可如今这是懊恼不已。老夫这几日看了他的文章，实在是粗鄙不堪。若是真让他入了翰林，老夫怕是要名声扫地。只求沈大姑娘，你体谅老夫这身残躯，别把那引荐信给裴子墨，以免老夫晚节不保啊！裴世子，这就是你说的江老先生十分遗憾，我怎么觉得他很害怕？不可能，我交给江老先生的都是我最得意的文章，怎么可能被江老先生说出这么粗鄙的文章的？不是我的，这绝对不是！哎呀，这裴大世子的自信，但凡能分给旁人半分，这世上怕是没有自卑之人了。沈云舒，是你在设计我们，是你故意让我给大家看这些信的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我刚刚一直在劝你不要把信给别人看，怎么现在成了我设计你们了？明明是你从青罗手中抢过来了信，一定要给大家看。我看是你想让你哥在大家面前丢脸啊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！闭嘴，这个蠢货！莫郎，你别生气！还有你，你口口声声说这个信是你突然要来的，结果却是人家沈云舒求来的，你害得我在这这么丢脸！你还在这哭哭啼啼，还嫌我们不够丢人吗？看来是我们误会了，也怪这裴家人实在可恶，这明明是人家沈云舒苦苦求来的引荐信，一个说信是自己求来的，一个说是靠自己的才华，简直不要脸至极，怪不得江老先生这么嫌弃。这信呢，撕得好！各位，今日是我沈家的赏花宴，可这裴家人却不请自来，还扰了众宾客的兴致。青罗，送客。是，来人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快出去！不许碰我！走！滚！滚！给我滚远点！你们会后悔的！滚！一边去！回来的！快滚！这些不开眼的东西！我可是侯爷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沈云舒这个贱人，他这个样子，他以后还想不想回侯府了？这不对，江老先生不收我为学生，我还怎么进翰林院？不行，我得回去找沈云舒谈谈，让他再去求救江老先生。大不了，我让他来做这个正妻。什么？莫郎，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误会云舒？要不是你，云舒怎么会不帮我说话？母亲，把他带走，别在这碍眼。莫郎，走了。哎呀，都是你！今日之事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您多担待。云舒，云舒，你今日把我们几个都扔出去，你真是太不给面子了。像你这种东西，为何要我给你面子？你不要再装了，
这和离不也只是你闹脾气的手段吗？要不然你也不可能不让他们看书信。你明明是在袒护我嘛！你明明就是很爱我嘛！你明明是在袒护我嘛！你明明就是很爱我嘛！和你这种人多说，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沈云舒，我知道我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会补偿你的。陛下马上就要封赏我了，只要你向我低个头，再去帮我求求江老先生，再跟我道个歉，我就向陛下为你求一个6品侍命安人。6品啊！我不稀罕这区区的6品敕命，你要给啊，就给你家那个一心求娶的南宫嫣吧。沈云舒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这样会没人喜欢你的。裴子墨，你要发疯就自己回家里发去，不要来这里碍我的眼。来人，把他赶走！我给你这么大的荣誉，你不要？沈云舒，等我把敕命求给了南宫嫣，快滚！你别后悔！滚！快滚！快走！知道了，滚！赶紧滚！狗叫什么呀？滚！裴子墨，你说要为谁求敕命？陛下，臣要为妻子南宫嫣求一个6品敕命安人。沈云舒，我曾给过你机会，是你愚蠢无知，既如此，你就别后悔。南宫嫣，朕要没记错的话，你和她可没成亲啊？陛下，臣与嫣儿情投意合，不日便会成婚。之前你说你爱重沈家女，现在又和南宫嫣情投意合，你变得可真够快的呀！陛下，那沈家之女恃宠而骄，根本就不懂得臣的真意。既然她不愿意，那臣自然要为嫣儿求这个敕命。你，陛下，既然裴世子这么诚恳，你如他所愿就是。相父，这……看来这江相虽然在宴会上下了我的面子，但那也是因为江老先生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我的，要不然为何会如此帮我说话？好吧，裴子墨，朕答应你，之后自会派人去宣旨的。多谢陛下，多谢江相。那臣先告退。相父，您不是说您最讨厌这裴子墨吗？怎么还会答应他？一个6品敕命而已，给就给了。何况陛下既然给了南宫嫣敕命，那也就不必再为裴子墨封赏了。相父原来是这个主意，那以后这裴子墨再厚着脸皮问朕讨要官职，朕就不用给了。陛下，臣来也是想为一个人求封号的。臣想为沈家沈云舒求一个县主。哎呀，相父快请起！您怎么会为这沈云舒求封号？那沈云舒是我的，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之前他为人父，臣不便为他出头。现在既然他已经和离，臣希望能报答于他。好啊，既然他救过相父的命，那便是救过朕，救过大梁。朕这就下旨，封他为2品南阳县主，以南阳为封地，食邑1000户。多谢陛下。相父，这沈云舒真的只是救过你的命吗？陛下，臣还有事要处理，先行告退。好久没有见过相父这个样子了，难不成这沈云舒真的要成为我的义母了？杨大办，快准备封赏，我要为这沈云舒好好造个声势。我儿，这真的是江相让陛下答应你的？当然了，陛下一开始还不愿意，是江相替我开口，才请下来这张敕命。这是江相对你青睐有加，要扶你入仕啊，这可比江先生扶持还要好。好啊，上次见面的时候，江相还冷言冷语的，我还以为他不喜欢我儿呢，原来他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有被沈云舒那个贱人给蒙蔽。那沈云舒还不知好歹呢，哼，还跟我拿巧，自以为是。这圣旨一下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后悔。墨郎，你这敕命，你原本是打算给沈云舒的？
什么沈云舒，他就是一个弃妇，我儿怎么会给他求赐命？这赐命当然是给你求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和陛下保证，会和你完婚呢。莫郎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儿啊，等你们大婚那天，一定要把江相请过来，给你们做见证。到时候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看，我儿现在可是江相最看重的人。对，这次一定要给江相下请帖，我要好好的扬眉吐气一番。沈姑娘，江相，不知相爷找我有何事？沈姑娘上次开的药方很是好用，本相最近身体有些不适，想请姑娘帮我看看。相爷，您的身体虽然还有旧疾，但比之前可好多了。啊，是吗？本相最近头有点晕，真是奇怪。这可能是因为您劳神暗毒。这样吧，我再给您开一些补气血的药。不知承恩侯府要办什么大事，连您都惊动了。裴子墨要成亲，他们自作主张送来了请柬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呢？成亲，他们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。沈大姑娘不是最烦那裴子墨了吗？你怎么会去参加他的婚礼呢？那自然是因为我有一份大事要让他亲自收下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瞧瞧，我儿成亲，全京城的贵客都来了。这些人肯定是知道我儿将来会是殿前红人。站住！沈云舒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今天可是我哥的婚礼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难道还想死皮赖脸的嫁给他吗？我们家子墨得了江相青睐，日后必然官运亨通。他现在当然知道后悔了，想要过来巴结我儿。沈云舒，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嫣儿得了封号的事情了。我裴子墨说到做到，你现在心里竟然万分难受。只可惜啊，同样的机会我不会再给你了。说到做到，裴子墨，当初我救你命的时候，你说你要当牛做马报答我，这就是你现在的报答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女人行事过分。但凡你温柔一点，贤惠一点，像我们家嫣儿一样这么乖顺可爱，我必然宠你，还会让你享受这侯府的荣华富贵。沈云舒，今日可是我和墨郎成亲，你不该出现。放心，今日我是来给你们送礼的。原来是来认错来了。
你若早些这个态度，我们也不至于闹成那个样子，不是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只有嫣儿这一个女，没有其他的女。等我和嫣儿完婚，就把你抬为侧室。去吧，把这些礼物都送进库房吧。等等，各位还是先看看这礼物到底是什么。这是3年来我替侯府管理大大小小店铺的账本，这几日我已经计算过了，侯府现在共欠我35000两白银。不知道各位打算如何还钱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字面意思。难不成裴世子已经粗鄙到连如此直白的人话都听不懂了吗？你哪有女人不贴补夫家的？你个被休弃的妇人，还敢管我们要钱？看来侯府是不打算认账了。沈云说，我娘说的对，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为了区区几个银子就斤斤计较，一身的铜锈味。那也比你们侯府上下由内而外的穷酸味要好。毕竟欠钱不还，即使放在乡野，也是要被人鄙夷的。你个沈云舒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不就是仗着沈太傅的威风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相信沈太傅绝对不会为了你找我们要账的。对，想从我们侯府拿钱走，门都没有，我们就是不给。有本事你让沈太傅去找陛下告状啊，看看他会不会嫌你丢脸。江相，哎呦，江相，您可来了！你看看，今日可是我的婚礼，这么喜庆，被沈云舒给搅成了这样，他居然还好意思跟我们要账！江相，您不是说您不会来吗？本相听人举报，这里有人欠钱不肯还，本相向来有监理案件的职责，便过来看看。江相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是他，沈云舒向我们要钱，你怎么站错边了？沈姑娘，你可知审理案件时，要是欠债者不还，该如何惩罚？愿闻其详。自然是以物抵债。来人，把这房子抵给沈姑娘。另外，值钱的东西搬走，不值钱的就都砸了。上！是。不能啊！这可是我们裴家的祖宅啊！沈云舒，今日可是我的婚礼，就不能讲点旧情吗？旧情？你裴子墨的旧情值几千银子，便是养条狗，也比你有人情。你们，哥，我还钱便是。好啊，金子、现银、银票都行，不知裴世子打算怎么还？侯府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我打欠条。凭承恩侯府的能力，打了欠条，可不知多少年的还清。无碍，裴子墨，这欠条由你亲自来写。不过35000两，我们沈府还不差这点钱。青罗，照着这个去誊写个1000份，发给百姓们都看看，然后告诉百姓，如果以后裴家人再靠近沈家，就让百姓替我们去要账，要到的都算百姓自己的。是。你这意思就是让我们以后侯府的人就不用出门了？不出门不是正好，免得我走在街上坏了兴致。
说到底，你不就是不想见我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我是不想见你们家所有人。青罗，我们走。沈云舒，站住！我大喜的日子就被你给毁了，还想这么轻易离开？沈云舒，按我朝律法，本朝平民女子若是在典礼遇到命妇，必须行跪拜礼。今日是侯府世子大婚，而我清风的6品敕命安人，你可得给我跪下行礼。没错，我南宫嫂嫂现在有品级在身，而你只是个5品白丁，必须下跪给我嫂嫂行礼。让我下跪？就凭他？放肆！我儿媳她现在可是6品敕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给我张嘴！你放开我！好疼！你放开！我认识你身上的每一个穴位，知道疼以后就少来招惹我。沈云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肯给我下跪，是想罔顾王法吗？南宫爷，你怎么如此不知廉耻？一个无美苟合的淫妇，怎么配在这里叫嚣？让我们小姐向你下跪！贱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胆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！我打不了沈云舒，还打不了你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姐。今天就算是打死我，也不能让他们羞辱于你。哼！没事吧？沈云舒，你到底跪不跪？你要是不跪，我就去陛下面前状告你目无王法，沈太傅降你无方。你怎么？你还想打我？你要是不想让沈家被降罪，现在给我跪下磕头！慢着，张相，您不是一向秉公执法，您总不该违背礼法，包庇沈云舒吧？本相不过是想问问你们裴家，今日这典礼是否真的要按本朝礼法行事？当然，我今天必须要让他给我跪地磕头。好吧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按礼法，若典礼上低品级的命妇遇到更高品级者，也需行跪拜礼。这是自然，但是在场的还有谁品级比我更高啊？既然如此，杨大办便辛苦你，在这里宣读圣旨吧。沈云舒，还不快来听风领赏？沈云舒，还不快来听风领赏？啊！什么？这封赏是给沈云舒的？臣女沈云舒，听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女子沈云舒智谋过人，议会可嘉，功在社稷，朕心甚慰，特封沈云舒为2品南阳县主，位尊荣显，10亿千户，赐金银珠宝若干，以立其行。钦此，望旨谢恩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哎呦，县主不必多礼，这以后啊，还得靠您在陛下面前多美言呐。这不可能！她沈云舒一个贱妇，怎么会有资格被封赏？我住口！无知蠢妇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程恩红，你的夫人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陛下动了怒，可就不是一巴掌的事儿啦。明白。陛下为什么封赏你？连你的姘头都能封赏，
那我又为何不可？云舒，你看看这事儿，怎么不早些与我说呢？你看看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刚刚还喊着要我家姑娘跪下磕头，怎么现在就成误会了？就是，刚刚还耀武扬威，现在看到沈大姑娘被封了县主，就说是误会，真是脸皮厚。这侯府上下一路货色，就这不要脸的劲儿。当初不知道怎么欺负沈姑娘呢，还好她合理了。陛下宽厚，曾经特意下旨，若非特殊情况，不必严格按照礼法办事。但刚刚几位都特意强调了，执意要按礼法行跪拜礼。那现在各位是不是该向南阳县主下跪行礼呢？将相，我与云舒放肆！沈姑娘现在是二品南阳县主，你怎敢直呼其名啊？我与沈县主一向亲厚，虽然和离了，但是他最念情义，我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繁文缛节，对不对？哦，谁说我不计较的？南宫嫣，你这么看重礼数，那我怎么好不成全？沈云舒，你适可而止！你要是敢让我们下跪，我就不会原谅你了，而且我也不会让你进这侯府大门。裴子墨，我现在有封地，有10亿，光是陛下赏赐的金银就够买5间侯府。你觉得我还会稀罕你的原谅吗？女子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夫君的疼爱。你一个弃妇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你要把我惹急了，不要你，你就会成为全京城人的笑柄。如此离谱的话，竟从裴世子嘴里说出来。承恩侯世子要是都像你这般水平，这侯位也没必要传下去。驾下，小儿言行无状，您可千万恕罪啊！将相，看来他们怕的还是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烦请你回去帮我跟陛下说说，就说这裴家人不遵圣旨，不敬他亲封的县主，我实在是无可奈何。好，就按照南阳县主所说的，我回去面圣。不，爹，承恩侯参见南阳县主。老爷，你闭嘴，还不赶紧跪下！参见南阳郡主、县主。沈云舒，你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！跪下！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要是不想跪，我帮你。南宫嫣，不知你是跪还是不跪？凭什么？沈云舒，凭什么你每次都能压我一头？凭什么总是压你一头？南宫嫣，凭我之寡义廉耻，凭我不会勾搭有妇之夫，凭我不会自轻自贱、自以为是。你干什么？我已经下跪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的夫人毕竟是个女子，她若不肯下跪，我身为男人不方便动手，只能罚你喽。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给我跪下！参见南阳县主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回心转意了，又想起我的好了吗？南宫嫣，这巴掌是我替青罗还给你的，记住，你没资格动我的人。青罗，我们走。
是。江相，这县主的封号，该不会是您为我求的？自然，本相向来是知恩图报的。二品县主背后又有江相撑腰，原来这就是权势压人的感觉，真是太爽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本相永远都会是你的权势。江相，你该不会是……路上颠簸，沈姑娘小心。相爷，神府已经到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江相，下次再见。相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心口疼？心跳是不是特别快？不会说话，以后便少说。啊。本相江荣锦。江相，请你将这珠钗交给你们家小姐，务必告诉她，是我送来的。好俊朗的男子。我问你，刚刚那个公子是谁？回小姐，他就是江相。对了，小姐，他说要把这个给您，还说务必要让您知道是他送来的。什么？他就是江相？他特地把这个珠钗送过来，难不成江相他喜欢我？你是说江相看中你了？可是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你啊？想必他是随我参加宴会的时候被江相看到了吧？毕竟月娇长得如花似玉，江相一见钟情也是合理的。哎呀，母亲！哈哈哈哈！若真是如此，我们沈家和江相联姻也是好事一件呐。哈哈哈哈！这样，改日我请江相来府里好好谈谈。云说，你是长姐，又是江相的恩人，到时候也应该在场的。我全听父亲吩咐。姐姐，我有这么好的姻缘，你不会嫉妒吧？到时候可别给我使绊子哦。你嫁给谁，与我何干？你当真思慕他？今日江相大驾光临，老夫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不知沈太傅请晚辈来是有何事？啊，江相快快请坐。江相，老夫今日兴许有些冒昧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一问，不知江相对小女的印象如何呀？太傅之女，德行兼备，温良佳敏，更是智谋过人，当称得上是举世无双。哦，奇了怪了，这沈月娇什么时候能给江荣锦留下这么好的印象？江相，既然你对小女的印象不差，那不如我们两家结为亲家如何？
你也同意？我全凭父亲做主。云舒他竟只是听父母安排吗？他不愿意看我，难道是嫌我唐突了吗？江相，不知江相的意下如何呀？不知江相意下如何呀？若能娶到太傅之女，实乃江某毕生之幸。只是这件事，我还是想遵守沈姑娘自己的意愿。他果然知礼，还知遵守姑娘的意愿，只是可惜罢了。我注定不会有良缘吧？江相放心，小女愿意的很，只是她有点害羞，不敢当面与你表明心意罢了呀。既如此，待我选个良辰吉日，便来沈府提亲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江相慢走。你就如此欢喜吗？云舒啊，既然你妹妹已经开始议亲了，你身为长姐，也该出嫁了。我都听父亲的就是。好，此事就交给你母亲，让她安排为你相看吧。你就是沈家的大姑娘，看着弱不禁风的，能不能生儿子？我妈可说了，你至少得给我生3个儿子。你要是嫁进来啊，必须照顾好我儿子，一个媳妇儿半个娘，你得负责给他养老。沈家女长得果然漂亮。你一个二嫁妇，你装什么清高？温大爷不嫌弃你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你们沈家自己付，我可不买账。江夏，沈姑娘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相爷看不出来吗？自然是相亲了。沈姑娘，你要是不满意婚约，自然可以拒绝，但不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吧。这样的方式，相爷想来是误会了。我不过是肩负起家族的责任罢了。沈云舒，我不希望你只想着什么家族责任，你应该有自己的人生。可在这样的世道下，我又怎么能放下我身上的这些负担？我说过，不管你是否愿意成婚，我永远会是你的依靠。相爷，你与我妹妹已经议婚了，最好还是不要给我这样的承诺，以免外人多说闲话。抱歉，失陪了。妹妹，议婚？夏爷，沈姑娘怎么突然就走了？叶雨，现在就去准备礼物，明日便去沈府提亲。明日？夏爷，您不挑良辰吉日了吗？挑什么挑？再不快些，本相的夫人都要被别人抢走了。走，让我进去。我可是受邀请来的，赶紧滚远点！我们大小姐可吩咐了，陈侯府的人只要敢靠近，就打折他们的腿。住手！让他进来。可是大小姐说了，沈云舒她算什么东西？本姑娘可是未来的首府夫人，这个家有她说话的份吗？让他们进来。哼！沈云舒，我让你去相亲，你竟然敢辱骂人家的好儿郎，现在这个状都告到我们沈家来了。母亲口中的好儿郎是那打死了前任妻子的陈大郎，还是痴呆的王十一郎，或是那流连花街柳巷的薛五郎？这样的好儿郎怎么不见母亲许给妹妹啊？我呸！你一个二嫁妇也配和你妹妹比？她可是要嫁给江相，将来做首府夫人的。你再看看你，
要不是担心你留在家里影响了家族的名声，我都不好意思替你相看，简直丢我的人！既然母亲不愿意替我相看，那正好，反正我也不想嫁。我告诉你，沈云舒，你妹妹就不能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姐姐。为了她的名声，你必须嫁人。既然我好心替你相看，你不是不满意吗？那我今天就给你定个好人家。进来吧。谁把她放进来的？当然是我了，姐姐，你别以为你当了个二品县主就了不起了，我可是首府夫人，凭江相的权势，我一句话就能定你的生死。只要你愿意，本相永远都会是你的权势。哎，云舒，我知道了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我亲自来接你回家了。母亲，这就是你今日要替我定下的人家。对呀，要么你就跟他回侯府，要么我就把你嫁给隔壁的王傻子。云舒，你就别跟母亲胡闹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我一直念念不忘，不就是还想置气吗？只要你愿意带着嫁妆回裴家啊，我绝不会让你当妾室了。裴子墨，死了你的心吧！我此生绝不会再踏入你们侯府一步。沈云舒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宁愿嫁一个流氓，嫁一个傻子，都不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谁都不嫁。若是你们再逼我，我便剪了头发去做尼姑，也绝对不会再被那些所谓的婚约蹉跎一生。站住，沈云舒！我生你养你，不是让你忤逆我，就凭你今天的做法，我就能以家法处置你。便是今日你将我打死，我的答案也不会变。你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到院子里面罚跪。什么时候服软了，什么时候让他起来。夫人的心也太狠了，这么冷的天，怎么能让小姐跪在地上呢？贱婢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母亲让沈云舒罚跪，你竟敢给她披衣服，你是要违抗她的命令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我们家姑娘身体受不了。她活该，谁叫她嘴硬？沈云舒，你要是现在开口求饶，我还能帮你跟母亲求情。好，你不服软是吧？来人，给我打一桶冰水上来。沈云舒，你还不肯求饶吗？二小姐，你不能这样做。这么冷的天，这样的冰水洒到我们家小姐身上，她身体受不了的。滚开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云舒啊，你就服个软，跟我回去。这么冷的天，这冰水泼到身上，受不了的。裴子墨，你过来。你这个泼妇！二小姐，你快拿这冰水泼他！这人简直是到死都不知悔改。我可是陛下亲封的南阳县主，母亲罚跪是因为长辈训诫，所以我不得不从。但你若是冒犯长姐，便是违背纲常，不守法纪，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沈云舒，你以为你会吓到我吗？不就是个县主而已，等我嫁给了江相，他随便开口就可以给我封一个一品诰命的封号。就算今天我让你死，也就江相一句话能解决的事情。谁叫我是首府夫人呢？倒是你这个贱人，你处处跟我作对。现在我
我终于争过你了。可惜了，江相只有一个，首府夫人也只会是我一个人的。时光船不断流转在从前，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10000年深情。江荣锦，你疯了！你身子那么不好，这要是染上风寒可怎么办？那也总比你染病强。江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沈玉书，他冲撞了母亲，我想替母亲教训他，没想到误伤了江相。你，相爷，不知相爷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自然是向沈府提亲。这么多聘礼，月娇，你看京城哪个女子一亲能有这么大的排场？闪开！这也是你能碰的东西？大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一个侍卫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来人，掌嘴！江相，你看看你的侍卫，吓到我了。哼！县主，这个人是谁？相爷问我做什么？您今日不就是来提亲的吗？相爷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再这样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沈太傅，你家的下人怕是都有癔症吧？江相，这就是小女啊！你今日前来，不正是要向她提亲的吗？笑！本乡要娶的从来都是南阳县主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这你要娶的是沈云舒？当然，难不成还有别人称得上举世无双这4个字吗？可这当初明明是，莫非是老夫误会了？这个，哎呀，不可能啊！江相，你看小女花容月貌，冰清玉洁，这婚约你可不能不承认啊！我连她的面都没见过，何来的婚约？何况你还未有人提亲，她便以首府夫人自居，怎么？你是要赖上本相吗？明明说好了，首府夫人是我的。江相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对吧？凭什么？沈云舒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江相会看上你这样的人？首府夫人的位置明明是我的，你连给相爷做外室的资格你都没有。是你抢了我的姻缘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都敢侮辱县主，可想而知你平时有多么嚣张。沈太傅，说你管教不好女儿，本相便替你管教管教。叶雨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是。青罗，帮我打1桶冰水来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小姐。沈月娇，你不是说凭江相的权势，一句话就能定人的生死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把这桶水替他还给你。沈云舒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
我心眼小，既然你敢伤我的人，我必会奉还。我的人？他说我是他的人。你给我记住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那可就不是一桶冰水的事。玉娇，母亲，沈云舒他疯了，你快点惩罚他，快点惩罚他！你快住口！要不是你自作多情啊，我们沈家本来可以跟江相结亲的，现在倒好，让江相记恨上了，真是祸害！来人，把二小姐送到庄上，以后都不准回沈府了。不要，老爷，母亲，玉娇！够了！你刚才没有听到云舒的话吗？她现在可是二品县主啊，又是江相的未婚妻，要是有她的话，甚至比圣旨还管用啊！你要是再敢胡闹，也给我滚回庄上去！老爷，还有，从今往后你也不必出门了，去祠堂好好抄写经书，沈家记得吧？老爷！沈云舒，云舒，怪不得江相一直维护着你，怪不得你这么对我们侯府。我看就是我们还没和离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勾搭上了。裴子墨，不要以为你自己脏，所有人就同你一样。你还不肯承认？我看你们早就好上了。否则，我的真情实意，你怎么会无动于衷啊？裴子墨，裴子墨，你也不想想，若是我与县主早有逾矩之事，你又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？你什么意思？本相有权有势，若是真的想杀你，即便是10个你，本相也杀得了。而你无德无才，若是县主早对我有意，又怎么可能选择你这个废物？你，只可惜啊，像你这样的权智之辈，白白耽误了本相好几年的时间。若是你学不会爱重妻子，那本相来教你。你胡说！你放开我！县主，对付这种无赖，讲道理是无用的，该用些非常规的手段。什么手段？你把衣服脱下来！不是，你们，大夫，我儿子他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公子这是旧疾复发了，若不及时治疗，身体会越来越垮，直到瘫痪在床的。怎么可能？当初不是用天蚕莲治好了吗？天蚕莲，那就对了。公子这病根深蒂固，需要服用1朵天蚕莲的3年后再服用第2株，方可真正痊愈。沈云舒这个贱人，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。大夫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吗？若是能再找来1株天蚕莲，公子即可康复。但若是寻不到，下半辈子只能瘫痪在床了。他只是让我再去求沈云舒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能去求他。当初他让我们侯府下跪，我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。可是我们没有天蚕莲，我们怎么救儿子？难道让他一辈子瘫痪在床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能只求沈云舒，他是绝对不会把天蚕莲给我们的。都是你们这几个蠢货，当初非要把他赶走，
如果现在她还是世子夫人，她早就乖乖的把天蚕莲给拿出来了。你是在怪我了？我做的哪一件事，不都是为了儿子？我打压沈云舒，我就是怕他骑在我们侯府的头上。是你，就是你这个贱人！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我们侯府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。你个狐狸精，干嘛？就是你勾引我儿子，赶走了沈云舒。如果没有你，沈云舒绝对会对我言听计从的。就是你！沈云舒在的时候，他天天给我买珠宝首饰。你看看你，你来了之后，你连一件新衣服都没给我买过。就你这样的，你给我跟他同房丫鬟，你都不配！给我放开！当初我进府的时候，你们都同意了，现在竟然这么对我！够了！你们有本事在这互相指责，还不如去求给我求来天蚕莲呢！怎么不行？这天蚕莲本就是善绝大师之物，沈云舒他能拿到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到？我现在就去把它取回来。是有点着凉了，幸好没有染上风寒。江荣锦，下次你可不许这么干了。下次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处于这种危险当中。我还没问你，今日你说的求娶我之事，可是认真的？自然。可是我知道此事对你来说可能有些突然，我也不会与你说什么海誓山盟。但沈云舒，我答应你，无论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强迫于你。无论我们成婚与否，我都会帮助你摆脱家族桎梏，纵情天下，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江夏，容我先考虑一下。当然可以，我随时等待你的答复。承恩侯世子夫人南宫燕前来向善觉大师求药。承恩侯世子夫人南宫燕前来向善觉大师求药。南宫夜，你怎么坐下了？不许停下来！磕头，赶紧给我磕呀！你给我儿子求药，这才上10几个台阶，你就受不了了！给我磕呀！磕呀！磕！放开我！我还怀着孕呢，我哥还等着你救命呢，你快一点啊！诸位施主，佛门清净之地，不可喧哗。善觉大师，我们是来求药的，求您把天才莲赐给我吧。唉，诸位施主，先随我进来吧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！这就是天蚕莲！大师，就这么放我们进来了？果然，沈云舒不像他宣扬的那样，长贵3000阶台阶，他果然就是沽名钓誉罢了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当初是我告诉世人有关沈施主的事情。如果他不是真的跪了3000台阶，怎么可能带走天蚕莲呢？大师，他就是胡说八道，你别信他。就是，别听他胡说。今天让诸位进来，就是让你们知道，天蚕莲乃是神物，早已认主。想要带走它，必须用鲜血浇灌，所以
你们不必再……不就是鲜血吗？我来教他。哎，千万不要！住手！快呀，快呀，快点，快！你住手啊！好啊！开了，这是不是就可以摘了？求救了！快摘下来给我儿治病！快！胡闹，胡闹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，我不要瘫痪在床了，我不要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情况？胡闹，胡闹！你这个刁蛮妇人！天蚕莲乃天才地宝，就这样毁在你手里了，造孽！造孽！大师，他只是枯萎了，但是肯定还是能治病的，对不对？这天蚕莲只有盛开时才有药效，现在它毫无作用。我能让它盛开的，我现在一定能让它盛开的。开花呀！贱人！你把我儿子唯一活着的希望都给毁了！我要让你赔命！你给我死！你要还我儿子这条命！我一定能做到的。谁说能做到的事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开花呀！你开花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贱人！你不是要开花吗？那我就拿你当养料！你赔我儿子天蚕莲！赔我儿子天蚕莲！我不想当花，我不想再做废人了。我是陈侯世子呀，我还要收官进爵呢。我不是，谁能救救？谁能救救我呀？谁能救救我？给我起来！贱人！蠢货呀！要你偿命！一帮蠢货！你们除了胡闹还能干什么？给我儿子偿命！都是你害的我哥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我哥哥！我儿子你！善觉大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着急成这个样子了？沈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天蚕莲早就认你做主，现在她沾染了别人的不洁血液，都快枯萎了，只有你能救她。什么？沈姑娘，快！别说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弥陀佛，得亏沈姑娘及时赶到，才救了天蚕莲，否则这株神物将毁在这个泼妇的手里。善觉大师，其实我今日前来是想求您一件事，能否将这朵天蚕莲再送予我？沈姑娘，这株天蚕莲3年前是用你的鲜血浇灌才盛开的，它本就属于你，你若需要，当然随时可以带走。多谢大师。云舒，我就知道你再怎么生气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
听说我旧疾复发，就过来求药。你这次的恩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忘的。大大，该抢我们县主的东西。你看看你，你都特意给我来求药了，你又何必端着呢？给我。给我滚开！这是我的！姑娘小心！这是我的！姑娘小心！开！你千里迢迢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摘这朵天蚕莲？当然了，它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云叔，住口！你也配这么喊？你应该称呼沈大姑娘为县主。对，沈县主，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这与你无关。我们走吧。站住！沈云叔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心狠？你当着我的面把天蚕莲摘走，你不就是逼着我求你吗？你至于把我逼成这个样吗？虽然我之前有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裴世子这胡思乱想的本事，还是一如既往。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。我知道我之前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行，我现在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我求求你把这个天蚕莲赐给我，来治病还不行吗？对，我也求你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都是这个贱人把我给蒙蔽了。云叔，我是你的婆母，你一定不会怪我的是吧？嫂嫂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一个。这样，你快回来，你把我哥救活，然后你们以后再好好的在一起生活嘛。对，云叔啊，你看，咱们之前一家其乐融融的，你要是回来，这个家就只有你这一个主母。对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把那个贱人立马给休了，然后8抬大轿再迎娶你过门。我就把那个贱人立马给休了，然后8抬大轿再迎娶你过门。裴子墨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这么对我？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这个贱人勾引我，我怎么可能把云舒贬妻为妾？我现在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裴子墨，你给我去死！你还敢打我儿子？我不打死你个贱人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这画面伤眼睛，我们还是少看一点吧。够了，裴子墨，就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。云舒，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你们裴家人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求南阳县主赐药，求南阳县主赐药。裴子墨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这朵天蚕莲给你？你知道我旧疾复发，就过来取药，不惜用鲜血摘下这天蚕莲，不是为了我，还能是为了谁啊？别自作多情了，就算是你今天病死在这里，我也不会把这朵天蚕莲给你的，听懂了吗？给我滚开！沈生，我都病成这个样子，这么多人都给你跪下，你看看，
就没有一点点动容吗？有啊，我在想，你既然都已经变得这么严重了，怎么还没病死？我知道你不是真心话的。你要是不是为了我，你许这天残联，那你又是为了谁呢？自然是为了给我的未婚夫呀。什么？啊？为了我？你刚才叫我未婚夫？怎么？你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我就丢了。当然要。沈云舒，我病得都快要死了，你竟然还要给他，凭什么？就凭这朵莲花是我的，和你毫无关系。可是3年前，明明是你答应要救我的呀！可是你也说了，就算是你在床榻上瘫痪一辈子，也不愿意成我这毒妇的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好如你所愿。沈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错了，这都是我胡说的，我胡说的，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别走啊！呸！县主，你刚才说未婚夫？当初我和离归家，曾对所谓情爱失望透顶，发誓绝不会再嫁，免得再遇人不淑，落得更凄惨的境地。不过，若是像相爷这样的人物，那我必定会赌上一赌。想必江相应该不会让我输得太难看吧？当然不会。本相若能娶县主为妻，必将一辈子爱你敬你。更何况，江家向来有家规，一切以夫人为命是从。那我就先回府，等江相来接亲了。县主，江相都要成亲了，怎么还叫县主啊？云舒，荣姐。
接新娘子回府。哎，这是哪家接亲？这么大排场？还有哪家？当然是相府了，那可是江相和南阳县主同婚，排场哪能少得了？哎，江相和县主那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是啊，走，咱们也过去凑凑热闹，走，沾沾喜气去。走。世子，站住！余说，我不允许你嫁给别人。你来唱戏的，你说准不准又怎么样？赶紧滚蛋！云舒，你现在对我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吗？裴子墨，现在我对你只有厌恶。你若是不想我再继续恶心你的话，那就赶紧滚开。好，沈云舒，你别忘了，你当初和离，并未退还我裴家的聘礼。现在不从花轿上下来，取消婚礼，被你告反我就去大理寺告你。这也太抠了。听说之前沈家嫁女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嫁妆上百台，想必这裴家的聘礼也不会少，人渣是应该还。可像今天这个样子，上哪儿给他退聘礼去？就是，这不是摆明了让江相和县主难堪吗？裴家的聘礼是吧？青罗，给他拿过去。是。大家看好了，这是裴家当时娶我家小姐时的账簿。这不欠条吗？搞半天是个欠条。我们裴家的聘礼怎么会是张欠条呀？世子啊，是真的。当时老爷说家里比较拮据，就找沈太傅商议，先写下借条，等到家里有钱了再把聘礼给补上。可是这些年也没钱补啊！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没胡说，你看我这么些年，我的工钱也没发吗？给我滚！给我滚！滚就滚！哼！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了！你说这承恩侯府那么大个侯爷，下聘就给个欠条，连我们村的无赖都不如啊！早就听说过裴家不要脸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就滚吧。江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沈仁尊你绝对不能娶她。当初我想娶南宫烟过门，他把我裴家叫到家宅不宁，如此善妒之人，你可要三思啊！裴子墨，你好不要脸！今日是我家姑娘大婚，你竟然敢拦路污蔑她！巧了，本相就喜欢善妒的女子，最好将来云舒能够管束相府，坚决不让别的女子靠近本相。江相，你再说，倘若本相的夫人真的不堪，你又在这赖着做什么？你不过是看她早已不愿意回头，在这挑拨离间罢了。是啊，之前他就一直攀咬县主，生怕赖不上沈家。今天听说县主成婚，就像狗一样，闻着味儿就过来捣乱了。还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呗。就是，裴世子，快让开吧，你已经很好笑了，千万别把自己变成全京城最大的笑话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云舒，承恩侯府已经破败了，南宫烟流产后疯了，母亲也病倒了，我现在都瘫痪成这样了，这样你还不肯原谅我们吗？裴子墨，你与承恩侯府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群惹人厌的陌生人罢了，我不在乎你们，又谈何原谅？我希望自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云舒，滚开！云舒，
你看他，沈云舒，沈云舒，我错了，你回来，沈云舒，你回来，我是侯府世子，你永远都是我夫人，我活该点，你永远都是。不用管他。沈云舒，沈云舒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后悔了。相父，你怎么说甩手就甩手啊？我向来是听夫人话的，夫人叫我好好休息，才能调养好身体。陛下，夫君他太过操劳，是时候该休息了。你也到年纪了，该亲政了。相父，夫人说的就是道理，我听夫人的。荣锦，你也该出去走走。想要调理好身体，还得有一个好心情。好心情？可我现在一直都是好心情。因为娶到了你，余生都会是好心情。